看看那些火是不是往那边跑了。这边，兄台，你这姿势不难受啊？莫喜，你受苦了。我是圣上新封的京兆尹，莫喜是我要娶的夫人。这个男人长得也太好看了。小娘子，我心悦于你，是为你而来的。真的吗？这个人满身是血，难道他是那伙北朔兵要抓的人？这是什么呀？难道是金庭？龙什么君？这么多血。你靠一下吧。你这是怎么弄的？你可别误会啊！我脱你衣服是要跟你疗伤的，你可别多想。这是何地啊？这是我家啊！你爬上我们家的院墙，然后昏迷了过去，居然还来问我。事出紧急，是在下蒙冷了，敢问小娘子尊姓大名？我叫白墨喜。
多谢白小娘子救你之恩，敢问令尊令堂何在？令尊令堂，就是我阿爹阿娘的意思呗。他们早死了。那小娘子，你是孤身一人住在此处？我是不是一个人住在此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可告诉你啊，是我救了你。你若是有什么非分之想，小心我打掉你的狗脑袋。那能否请小娘子替我买些伤药呢？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你看我像歹人吗？还不知你是何性命，就这般差事我。莫喜，小娘子，你小声些。夫人要是得知你又来找莫喜小娘子，又该恼了。今日相思，我知道了。莫喜，莫喜，我给你带点心来了。如今叛军占领了整个荆州城。就凭你一个弱女子，惹得起他们吗？啊！您觉得北朔军最大，他们是阎王不好惹，那我就好惹是吧？旧制通缉要犯，那可是死罪，只要老夫喊一声，那你的小命就没了。黄大夫，你也知道。这北朔军的头领是那个陈文德陈将军，那不知道您还记得吗？我堂姐当时装病逃亲，是您给做的假。她当时要逃的亲呐，就是这位陈将军。所以呢，您一早便惹过他了。现在呀，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，您大不了就出去喊，反正我就全招了，谁都别想跑。老朽可什么都不知道啊！听说这位陈将军啊，心狠手辣，杀人如麻。这事要是让他知道了，别管什么主犯从犯，那都得看。所以咱们现在呀，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您懂吗？我懂，我懂。那现在请药开方这种小事儿就麻烦您啦。好说好说。莫喜，什么声音？奴婢不曾听到有什么声音啊。这莫许又去哪儿了？如今的荆州城可今非昔比，这么危险还到处乱跑。小娘子，您放宽心，莫喜小娘子她一向聪明，她不会有事的。小娘子，您身子还没大好，还是先回去歇着吧。夫人待会儿来看您，若见不到您，又要发脾气了。这便回去。对了，待会儿回去之后，你一定把这双鞋藏好，莫要让阿娘看见了。小娘子，这鞋可是您最贵重的一双，鞋头的海珠可是3两金呢，怎么少了一颗？不知怎么的便不见了。如今家中不富裕，阿娘又着急上火，你可千万不要让她看见了。哦，奴婢晓得了。
还给你，我没花1分钱便叫大夫给你开了药。小娘子，你的救命之恩，在下日后定当报还。可依着悬壶济世本就不易，你还是将这钱还回去吧。没事儿，那大夫也不是什么好人，我抓住了他的痛脚，不仅没收钱，还亲自给你抓了药。小娘子，我知道你我相交尚浅，但有一句话我还是得讲。偷盗强抢，不但触犯王法，还会招惹是非，害人害己。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偷盗强抢了？不知好歹！傻瓜，蠢货！说谁是贼？说谁是强盗？谁是强盗啊？我可不是，莫爷。是你啊！你把门开开说话。哎呀，你怎么还这么见外呢？虽然咱们平日里不常见，但怎么着，你也得唤我一声大哥才是。你姓白，我可是连白家家谱都上不得的，我没资格喊你哥。哦，你是想入家谱，认祖归宗，是不是？这事我的嘛，我跟我二娘说一声就行了。替我办事儿？那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但二叔母可不是好说话的人，你要怎么替我办呢？这不说我是你阿哥吗？再说了，阿娘最疼谁呀？我呀。我只要跟阿娘说，不对，我找个道士跟阿娘说，就说你的生辰八字利于我白家，这样的话，阿娘一定会就红灯五迷三道的，那自然就会听我的。办这事儿吧，就费点劲儿。那就多谢阿哥啦。虽然费点心、费点力、费点神儿，哈，可是想让你帮阿哥一个忙。什么忙呀？你今晚在这儿别走，行不行？我晚上来告诉你，行吗？就这一个忙。说好了啊，晚上等我啊。晚上咱就在这儿见，大哥晚上来找你。说好了啊。这人肯定没怀什么好心，我得提防着点儿。你怎么用我煮饭的锅熬药啊？先前还老是昏倒呢，如今都能站起来熬药了。早知道你体力这般好，就该让你自己去看大夫。你不是说我是贼吗？那你现在还赖在贼家里混吃混喝的？事出突然，实在想连累小娘子了。这个你先拿去用，不够我回头定会补上。我最讨厌你们这种假惺惺的人了，表面上说的好听，实际心里根本就是看不起我。什么贼啊、偷啊的帽子，都往我头上扣。救了你算我倒霉，药好了赶紧走吧。这哪儿啊？这味道也不好。哎呀，平时没人来，就我来这儿，没事儿。咱不是去找你妹子吗？我妹妹啊，她那性格啊，贤良淑德啊，我也是读书人，我喜欢啊，都温柔的很。那咱赶紧走吧。那钱呢？都快到了哦，这你放心。
呦，走，快到了，很温柔，妹妹特别温柔。你看，我妹妹啊，好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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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莫西，哎，这人谁啊？先把这放下。这是我的，这是你大哥我的知己好友，郑郎君。你看他，家财万贯，一表人才，风流倜傥。而你呢，也过了及笄之年，大哥呢就给你物色了这么一位如意郎君。莫西，莫西，你要是觉得合适，你俩晚上就可以。在下也是读书人嘛。白凤坤，哎，你这是把我卖了呀？你这话说的，大哥也是为了你好啊，是不是？你看，一表人才，风流倜傥。那我还得谢谢你喽。哎，没事。贤良淑德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吗？不可再节外生枝，须得赶紧混出证据，向楚将军汇报。站住！这什么？打看看。哎，好。我说你贤良淑德。衣服给我脱了！我爹说了，你可以打我，但不能侮辱我。哼！你等会儿，帮我把腰带解一下。好。脱了，接着脱。这是干什么呀？他侮辱我，看不出来吗？啊！你看，也脱了。这件脱了。再脱不合适了。脱，我脱啊！是他逼我的，他收了我的钱。白坤坤，站住！哎呀，没想到白鹏坤这个草包有这么多提起私货，现在都便宜我啦。哎呦，都能上梯子了，看来你恢复的不错呀。既然恢复的差不多了，怎么还赖在这儿骗吃骗喝的呀？小娘子若不介意，在下愿余生常伴左右。好漂亮的眼睛，眼睛里有我。挺拔的鼻子，好好看。不行不行，受不了了。小娘子，是在下唐突了，能否再多收留我几日？我这又不是客店，而且我们非亲非故的，我凭什么收留你啊？有钱了不起啊？告诉你，本娘子现在也有钱，不差你这点儿，喏，看清楚了。这是方才我抢了我堂哥的。为何要如此对他？我乐意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倒是你，不是说好喝了药就走吗？为何还不走啊？
那让我来猜一猜，肯定是你出门碰到了叛军。也是，你现在呢，腿伤未愈。如果碰到了叛军的话，那就像是小鸡碰到了黄鼠狼，只有送菜的份儿。再放眼这荆州城啊，也没人敢收留你，只有我了。小娘子的救命之恩，在下脱险之后，定会百倍千倍的报偿。金挺若是不够，我这还有一件物事可以拿去点卖。如你所见，我现在偷盗强抢惯了，本娘子现在手头富裕的很，不差你这点儿。那小娘子究竟要如何呢？我要你跟我签下一纸婚书。你说什么？婚书？是啊，我这个院子也没人来，你可以好好在这儿休养，等养好了身体，我再送你出去。而且呢，我对这附近极熟，随便抄些小路就可以溜出去。那些叛军就跟无头苍蝇一样，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呢？我也不要钱，就要这一纸婚书。真是荒唐！终身大事岂能儿戏？我也知道，像你这种大家出身，肯定瞧不上我这种又没爹又没娘，看起来又凶又穷，觉得我不是偷就是抢的。但我这个人呢，就是喜欢强人所难。一纸婚书换你平安出城，你自己选吧。小娘子对我有救命之恩，之前确实我言语鲁莽，冲撞了你，我在这里赔个不是。小娘子孤身一人本就不易，又为了我劳力劳心，我愿与你签下1000两黄金的欠条，来日必定奉还。但婚书之事，还请莫要说笑。1000两黄金，听起来还真是诱人啊！1000两黄金，那加起来都可以把我压倒了。但我这个人是属倔驴的，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。而且这1000两黄金现在可是没影的事儿，还是把婚书签了最实在。我不过一介武夫，行武之人朝不保夕，你又何必跟我开这个玩笑呢？你怎么会是武夫呢？你比我长得还好看些，比我先前见过唱戏的伶人还要俊俏。我跟你签婚书，可一点都不亏。可是强扭的瓜不甜。谁说强扭的瓜不甜？你扭过吗？还说你强抢过民女？你，我不过就是要一纸婚书，我也不会用它逼你娶我，更不会拿它胁迫你什么。对你而言，这不过是一张纸罢了。小娘子，你尚未出嫁，何必为了一时义气跟我牵扯不清呢？不行，只能用婚书换。你想清楚了，只要一纸婚书是吧？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好，你笔墨拿来。这些还是凤瑶之前用剩下的，凑合用吧。你这写的什么呀？你边写边念给我听。家贵，年久成立，未有婚垢。有闻白家莫喜，色德兼备，倾慕之至，难以名言。斩败未由，但增翘枕。故存阴好，愿结良缘。敢以离请托若不请，助听加密，敢不敬从。你叫家贵，那
你姓什么呀？在下姓万，万家贵，白莫喜，名字也很般配嘛。你别以为你长得好看就可以嚣张，你喜欢我也好，不喜欢也罢，反正你现在签了婚书，那你就是我的人了。我也不要求你娶我，你可别自作多情啊。莫喜，你还没睡吗？傅瑶来了，你快躲起来，快！莫喜，莫喜，我看你烛火还没熄，就过来找你。凤瑶，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？你怎么了？看起来慌慌张张的。没有啊，手怎么了？是不是手受伤了？没有，怎么会呢？哎，有老鼠，凤瑶，老鼠，我看看。哎，凤瑶，我这的老鼠，这么大一只，这么大？怎么会呢？我帮你抓。现在天黑了，怎么能抓得着呢？等明天天亮了，你和李婆子他们说，让他们派人来抓。也好也好，那你今晚去我那儿睡吧，我正好有些话想同你讲。那你快去洗漱吧，等我把火熄了就去找你。去吧。好好好，去吧，快去吧。那你快点啊。好，小心点儿。出来吧。我不要，我今晚去凤瑶那儿住，你自己好好休息吧。难道真走了？原来你在这儿呢。莫喜，莫喜，你等等我！你跑那么快，你是生我阿娘的气了吗？我哪敢生二叔母的气啊！他可是我的衣食父母，若是我得罪了他，只怕连干蒸饼都没得吃了。我阿娘那也是关心则乱。再说大哥半夜跑到你房间来，肯定没有安好心，你自己多加小心。你也是，长点心吧，别叫你阿爹阿娘给你卖了还给他们数钱。你又胡说！你赶紧回去吧，让你阿娘看到你在我这儿，又不知怎么说我了。哦，对了，李婆子把你屋子抄了，是不是把你零钱也收走了？我上次给你的珠子卖了多少钱？还有富裕？那珠子啊，我藏在了床底下，他该是没翻到。那便好，你将那珠子卖了便是。若是还缺钱，我那还有一个。你慢些，慢点，慢点。莫喜小娘子，我错怪你了。你该不会以为是我拿了凤瑶的珠子，才苦口婆心劝我不要当贼吧？是我心思狭隘，错怪了你，险些成了恩将仇报之人。看在你这么诚恳道歉的份上，我就不与你计较。但是也难怪，像你这种官宦子弟，原本就看不起我们这些出身卑贱之人，所以理所当然把我当贼喽。不是的，你看似凶悍，实
实际心地善良，是我以貌取人，有眼无珠。但这是我蠢笨，并非你出身的缘故。况且，我也不知道你出身如何呀。你这是安慰我呢，还是挖苦我呢？先前因小娘子的堂兄惊动了白宅上下，你倒好似一点都不担心，不怕白二夫人发现吗？放心吧，他最近不会再来查我了。不只是他，整个白家的仆役跟侍女，只怕都不会来了。现在整个白宅都煞有介事的在传我这院子闹鬼之事。你呀，又动了什么鬼主意？我这院子很早之前住着白家上一代的偏房，莫名触怒了家主，便一直被关在这儿，关了10几年才死。但这事儿已经过去20几年了，白家上下都把这件事给忘了，唯独白二夫人还记着。你猜为什么？这亏心事与他有干系？没错，我那去世的祖母，白二夫人的姨母，他们姨甥关系最为亲密。那个小妾也是为祖母所不容才被害的。她若是变成鬼，那第一个要报复的肯定是跟祖母有血缘关系的白二夫人。只怕二叔母现在战战兢兢的，哪敢来管我的事儿？这些也是凤阳娘子告诉你的吧？你看，我猜。好了，我们该出去溜达溜达了。去哪儿？街上可不太平。你不是一直想逃出荆州城吗？既然你已经签了婚书，那我也不能含糊呀，我得尽快做好准备，赶紧带你出去。放心吧，在荆州城我可是地头蛇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找我阿爹生前的衣服，你可别嫌旧啊。这个时段巡街的刚过去，我们赶紧去街上采买些用物，顺便给你探探路。你果然对这附近很熟悉啊。那是自然，我从小就是在这儿长大的。我阿娘出身青楼，我阿爹一直不敢把她带回白宅，所以都在这附近租房子住。我自小啊就是在这巷子里玩大的。谁的相思太浓，把夜弹成了风。我们要去的街市到了。先前这人来人往的，我出来逛个街，荷包都怕丢了。你看现在都没什么人了。整个荆州城逃出了10多万人，没逃出的也缩在家里不敢出来。待各地秦王的大军光复荆州城，一切便会好起来。你可不要再说什么圣上啊、光复荆州城这些话了，别人听到我们要倒大霉的。店家，帮我盛一文钱这个。好嘞，小公子。那，谢谢。好嘞。这是黑米青梅条，很甜的，你尝尝。看你一心急着出城，就知道你没胃口吃。我先前不是答应你了，去买些用物吗？我们走吧。你帮我拿着。王店家，进来可好啊？本来生意就不怎么样，碰见你了，我还能好？嘿，你这话说的，我可是帮你介绍买卖来的。他想出城，
是行伍出身吧？您是行家，我也不问你是哪家的势力，也不管你是想出荆州还是想进皇城，想打我这儿过。5两金。50两。你怎么不去抢啊？你们也不打听打听，除了我王二，还有谁敢接你们这单生意？有点不妥，我们先走了。告辞了。有叛军，我们分开走。叛军啊！叛军来了！你们几个去那边守着。是。这位小娘子，站！我们又见面了。你是？相府一别，这么快就把我忘了？今日我心情好，不跟你计较。他日再相见，新账旧账一块儿算。原来是你啊！现在街上还不太平，你一个人鬼鬼祟祟的，做什么？与你何干啊？陈将军面前竟敢如此无礼！你就是那个陈将军啊！你笑什么？我笑你跟镜间虎一样，人人见了都怕你。大胆！我第一次见这小娘子，她便是这样无法无天。告诉我，你一个人在街上做什么呢？放开我！你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！既然你说我是大魔头，你要是不说的话，我就把白家上上下下拉来砍头。你要砍就砍，反正我姓唐，我又不姓白，他们的死活关我屁事。不怕他们死，那你自己也不怕死喽？这么漂亮的脸蛋儿，还扔个3刀、5刀，怕不怕？我说便是了，我就是来买些巴豆跟泻药。买药？去医馆便是了。到街上来干什么？我害怕呀！我上次本来想着去医馆买一些治拉肚子的药，结果就碰见了你这些手下，他们就一直抓着我盘问，我就不敢出来买。我就想着看看路边有没有生药铺，一个也没看到。怕盘问，更是心里有鬼了。药买给谁呀？我要买巴豆给我哥吃。哎，有趣。我都告诉你了，你可不能告诉旁人。巴豆太麻烦了，你要是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另外给你2味药。什么？鹤顶红乌头，1碗下去，保证你们白家上上下下4个精光。
行了，你走吧。站住！小吴，去医馆买些巴豆，送到白宅给这位小娘子。是。那就多谢陈将军的美意了。不用客气。下回想要下药害人，尽可以找我。鹤顶红还是无头，本将军全能给你搞来。去吧。我真是境界舞吗？没伤着你吧？没事儿，刚刚你也看到了，还好你没冲出来。那姓陈的手底下有那么多人，就算你能以一敌百，那我们也会白白送命的。我身为龙香君，自不能连累你们这些无辜百姓。你若因我落入敌手，我岂能不救？你呀，就是个傻子。他的意思是，假如我刚才要是有一点点危险的话，你放开！放开他！莫西，从今往后，这世上再也没有人能伤害你了。哦，对了，我方才顺路买了羊肉和馒头，再不吃要凉了。我们快回去吧。没事吧？我扭到脚了，我伤到了右腿，你伤到了左腿，那我们两个就互相扶着回去吧。吃吧。
先吃吧。瞧你这吃相，定是大户人家出身，都饿成什么样了，还这么拿乔装相的。哎，你有多久没吃到肉啦？自从被叛军追捕，我一直不敢停下来，只在你这儿吃了些干正品。瞧你这言谈举止，就知道肯定是大官出身，没想到竟还要受这份罪。你来荆州城到底是要干什么呢？这是机密，不能说。你们这些男人遇到大事儿，就是不跟女人讲。不过眼下你要想出荆州城，只怕是有些困难了。这是为何？那个王二，平日不过是暗中把一些财物送出荆州城去转卖，还有些出逃的奴婢、私奔的男女也都找他。你路子倒广，三教九流，龙蛇混杂。若不是这样，我在白家连饭都吃不饱，平日不过占些便宜，你让凤瑶接济我一些，日子才能过得下去。不过凤瑶也没几文钱，平时她都是把一些闲置的首饰给我，对外就说是丢了。白家人其他人无情无义，凤瑶娘子对你倒是姐妹情深。那当然啦，凤瑶这个小笨蛋虽说是笨了些，但对本娘子可是没话说。对了，王二说要50两，他平日也这般狮子大开口吗？平日去找王二的都是一些销赃的贼，都是偷了宫里或者主家的东西，哪里会值50两？而且他平日最多只要2成，撑死了几两金。许是叛军管得严，出城困难，所以坐地起价。要真是这样的话，他直接不干就好了呀，干嘛还要开这黑店？我觉得他这是叫守株待兔，就等你这种傻兔子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与叛军沆瀣一气？你醒醒吧！如今那个什么陈文德的叛军已经攻占了荆州城个把月了，圣上还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打过来呢。这是的，百姓们都不把他们当叛军了，都把他们当作管着荆州城的官兵。休得胡说！你慢点儿。如你所说，王二既与叛军有干系，专等着要潜逃出城的人找他，于是便开了个天价。寻常销赃的都会望而却步，只有真正的探子才愿意出这笔钱。王二靠不住，我认识的那几个混混，也都被叛军捏在手心。这处处都是陷阱，怎么样才能让你顺利逃出荆州城啊？哎，莫邪，有人！快！慢点！莫邪，莫邪，怎么了这是？我阿爹阿娘要将你许配给陈文德做妾。春雪，你先下去吧，没有我的吩咐不要进来。是。坐这儿。快，你先拿上这些东西，赶紧逃跑。为何不走？我先前是因为有我阿爹阿娘，我怕连累到他们，我才不走的。但你不一样，你照顾好你自己便可以了。眼下荆州城都在叛军的手里，我能走去哪儿呢？那你也装病，就找上次那大夫，
你不是常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吗？这次不一样。那个姓陈的是个杀人不眨眼的，名声早就传扬出去了，哪还有大夫敢来为我做咒说谎呢？那这可如何是好？这个姓陈的，如果真要我去伺候他，我定让他终身难忘。莫邪，你千万不能冲动。我的事你就别管了。这些东西你拿好，你的首饰剩的也不多了，以后省着点用。这些年，我也不知道占了你多少，日后再慢慢还吧。凤瑶，若是没有日后的话，下辈子就让我来当你姐姐，给你洗衣做饭。莫邪，我打算再探一探四方的城门守卫，看看有什么破绽可循。你若是不怕危险，便与我一同走吧。你若真是有法子，先前就不会伤得那么重。你这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。难道你真的甘愿留在荆州城给陈文德做妾？我呸！我可不是什么软柿子，他若真是要硬吃的话，我非得磕掉他几个门牙不可。你又在发什么呆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你还是笑起来好看。莫喜娘子，陈文德如今势大，你即便有心计，也无法与之抗衡，倒不如一走了之。好，我愿意同你一起走。那我们得想法子怎么先出城。走之前，我得先让我二叔他们一家把他们欠我的东西都吐出来，顺便再打探一下情况。尝尝，都是大厨的拿手菜。3荤2素。你当真要去陈文德身边侍奉？他想得美。那便是虚与委蛇了。你与白二老爷谈了什么条件？让我阿娘的牌位入白家的家庙，然后把我的名字写入白家的家谱。你不像是在意这些的人。我不在乎，但我阿娘在乎。她心心念念的就是这些。我也算是完成她的心愿了。还有呢？你怎么就认定我一定会提很多条件呢？以你的性子，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确实是要了很丰厚的嫁妆，他们若是不给，那我可就要去姓陈的面前哭闹了。还未过门，便拿着鸡毛当令箭了？谁叫那个陈文德凶名在外，正好拿他吓吓他们。不过你怎么就自己出逃的事儿一点都不上心，反而来问我的事呢？虽是萍水相逢，但我相信，你定是有了计策，才会这般轻松。你真是我的知己。该是接下来的共犯同伙才对吧？说吧，你又要祸害哪个？我说的第3件事儿，便是在过门前去见一见那个陈文德。不可，太危险了。
日后可别惹怒了陈将军，那可了不得。如果见不到陈将军，那我就不嫁了。到时候陈将军怪罪下来，二叔你也担待不起。说来就来，你这个贱民！陈将军有一盏茶的功夫见你，快去。陈将军只见莫喜娘子一人。啊，哈，多担待。下去。我还是头一次进王府呢。哎，你走慢点。你叫小武是吧？是将军的亲信。我跟你打听个事儿，将军最近心情怎么样啊？将军心情如何，我不清楚。不过小娘子，你若是继续耽搁下去的话，将军只怕会很不高兴。他生平最恨别人到得晚。你进去吧。请了本将军也不知道行个礼，都第3回见了，还是这么无法无天，没个规矩。贵胄千金这么多，你要是想纳妾，随便挑个规矩顶好的就是了。怎么嫁给我还委屈你了？容我说句实话，您现在还没当上皇帝呢，要是让我做个皇后或者是贵妃什么的，那才叫官要门楣。胡闹！谁说本将军要做皇帝了？我陈文德乃忠君爱国之士，只是被恶人诬为反贼。终有一天，我要面见君上，清君侧，陈冤情。我没读过什么书，您说的这些话我也听不懂。但我现在只知道，您把圣上赶走了，那您这逆贼的帽子也是摘不掉的。我若是跟了您，那我就是逆贼的夫人，那可是要被腰斩的命。怕了？谁怕了？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。挺有意思的。今日让你来，不是纳妾之事，是因为我缺个侍女。这府上的女人都板着一张脸，没意思。那我连小妾都不如啊！怎么不想当侍女，就想嫁给本将军啊？有眼光！就怕你太能干了，连我也骗不了你。怎么不说话了？你不是伶牙俐齿的吗？我这次来是有事想求将军您。这人还没入门呢，事儿倒不少啊。您现下占着荆州城，所有荆州城的百姓都要听您的。您要是想做什么，还有您办不了的事儿吗？行吧，有什么事有求于我，说来听听看。我想让我阿娘迁坟，与我阿爹葬在一处。本将军明白了，白宅、白家容不下你阿娘，不让他们合葬。你向本将军下令，迫使白家屈从。您可是大名赫赫的陈将军，这整个荆州城的人都要听您的，这白家上下加起来也不敢违抗啊。哦，对了，我阿娘的坟还有白家的祖坟都在城外，您可否给我一个出城令牌？你想要出城令牌？是打着逃跑的主意吧？怎么会呢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再说了，我阿娘这坟头就在这儿，我这么孝顺，怎么能丢下他老人家不管呢？拿，出城令牌。
有意思，很有意思。哎呀，你求的事儿，本将军都答应了。那是不是有什么回报啊？要不我给您做身衣裳？你给我做衣裳？你这手艺，本将军并不期待。这样吧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怕什么呀？哎呀，要想做本将军的女人，得有胆量。带你练练胆去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我审讯犯人的地方。仔细瞅瞅，他眼熟吗？北朔军又乱抓人了。他原本是潜伏在相府的亲信，可惜啊，他背叛了我，投靠了吴朗那个狗贼。背叛我的人，就是这样的下场。佛谣总说，易得什么什么宝，难得什么什么郎，死就死吧。哎呀，还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呢，原来怕血呀！胡说，谁怕血了？哦，难道是怕我？我只是讨厌你这种凶残的样子。外面人可说我是疯子，怕我怕得要命。你不怕我？就算是遇见疯子，那也不能太害怕，不然他们只会更得意。你笑什么？想你有意思，我等着你过门的那一天。知道我为什么要吓唬你吗？你手握大权，吓唬一个弱女子，还需要理由吗？你可不是什么弱女子，你是心思细腻的小狐狸，一个不留神就上巴斗了，我能不小心点吗？记得刚才的场景啊，千万小心，别让自己落入同样的下场。你走吧。你拉我出来，便是要去成衣铺。白家也有做女工的下人，你干嘛要跑这么远？右拐就到了。我去成衣铺不是为我自己，是为了你。走。就是这家。哎，老板，这个商务出席。两位客官，里边请。哎，咱们拿起来。请。麻烦您了，谢谢您。可以了，客官。这料子太好了，色彩这么鲜艳。为何量我尺寸？您看啊，这个袖口呢要做成叠袖的啊，好。然后襦裙一定要飘逸一些，要让人看上去就觉得身姿很妩媚。好的。这料子分明是女子衣裙所用。这套女装，难道是给我做的？您看啊，它不仅身量高，肩膀也很宽，所以这衣服一定要做的合身一些。
千万不能绷在身上。好的，都记下了，娘子。过来，你究竟在搞什么鬼？替你做衣裳啊！竟然让我穿女装！要不怎么逃出城去啊？男子汉能屈能伸，这都受不了啊！对了，店家，我还需要2顶帷帽，就是那种带纱巾的，大概从这儿到这儿。哎，好的。这位郎君长得挺俊，做这身衣服是拿去唱戏的吗？那麻烦您了。好嘞，我们去逛逛。二位慢走啊。走啊！我的最高，莫喜，莫喜。我一身血，而你却笑傲又顺风，一碰热灯了桃花开得汹涌。当我一入眼，而你却笑傲提着灯，一冷，我们住进了那彼此的瞳孔。我心灵细苦，酒也变得甜。若真情流入人间，陪你疯癫，与2人共痴狂。看不惯又何妨，愿化作一碗汤，能冰冰的白霜。携手踏遍万里浪，余生里不许你孤芳自赏。愿化作一缕香，好不了让人难忘，空洞陌生岁月上，余生无恙。愿化作一碗汤，能冰变的白霜。携手踏遍万里浪，余生里不许你孤芳自赏。愿化作一缕香，好不了让人难忘。空洞陌生岁月香，余生无恙。我有点怕。好看吗？绝美如梦，但终究还是要醒来的。就算梦醒了，很多东西也不会变。世上好梦难全，太过执着，只会伤人伤己。你何必勉强？可我偏要勉强。莫喜，眼下我心里难受，我抱一下，就抱一会儿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泼辣又难缠，很讨人厌？怎么会？我二叔母说我生得狐媚相，美人尖水蛇腰，日后定嫁不出去。如果我以后真嫁不出去，那便赖定你了。这次多亏你全力助我出城，我铭记于心。从今往后，你与我便是亲妹妹一般。我为你付出那么多，为你差点丢了半条命。
你居然说待我如亲妹妹一般，切你个头！你个坏男人！莫西小娘子，您昨儿又出去了，奴婢们很是担心。我独来独往惯了，你们不用管我。莫西小娘子，夫人怕您独自在外有什么闪失，特让奴婢们今后一直跟在您左右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们愿意跟就跟着吧。石头放这儿，你们走吧。出来吧。出来何事？他们二人肯定不是我二叔母的人，而是陈文德派来的奸细。为何？我二叔母现在以为我攀了高枝，气得都不想见我，怎么可能以为我要逃跑呢？所以现在盯着我的只有一个陈文德。单靠烟花里的这点火药是没用的。你若想要火药爆炸，一是要高温，二是要置于密气之中。你若想要将烟花里的火药变成伤人的利器，得重新改装一下才行。你随我来。你怎么知道我买烟花是为了做这个？你也莫要小看了朝廷将士之能，龙香君善造各种奇妙机关，对火药之用也是颇有心得。我曾与一个精通此道的兄弟那儿学了几招，教我这招的兄弟，在荆州城陷落之时被叛军所杀，一身本领也无从施展。想想我军中的同袍好友，还活在世上的寥寥无几。你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正逢乱世，我们军中人士，生死只在须臾之间。兄弟之间，别后再见，也许便只见对方的棺椁了。正因如此，我们不敢娶妻，也不敢有心上人。反正不管你怎么说，我是跟定你了。如果有什么变故，那这荆州城我也待不得了。我说过，我自会拿你当亲妹妹一般。
若此次能逃出升天，我自会送你到赤北去。那里有朝廷驻扎，我家有几个老仆尚在。妹妹别妹妹吧，反正也不会变成亲生的，我等得起。坐。这是。哦。现在呢，令牌已经有了，出城应该不成问题。最大的问题就是陈文德安插在我身边那2个眼线，所以在迁坟那天，我要提前去我阿爹的坟上祷告动土，然后用事先准备好的迷药让他们昏昏欲睡，我们便趁机逃跑。不是迁坟吗？难道不去你娘的墓前掘土移棺了？其实我阿娘的骨灰早就被我偷偷葬在阿爹的棺材里了，他们不让我阿爹跟我阿娘葬在一起，我偏要，谁都阻止不了我。自从我学会了翻墙，这白家上下可是管不了我了。谁要是与你作对，那真是自寻晦气。但我也不知道陈文德为人怎么样，我们就这么跑了，他不能刨了我阿爹的坟泄愤吧？陈文德虽修名在外，但也不至于做这等下三滥的事吧？那就好。不过我觉得他真的还挺好骗的。此言差矣。陈文德生性多疑，除非他看上了我的美色。怎么啦？罢了。言归正传，祭拜完你的父母之后，你打算怎么逃？看见我给你准备的女子袄裙了吗？那日我会跟你穿的一模一样。可你我身形相差太大了吧？这一眼便能看出。所以呢，我选择动手的地方是靠近官道的这个地方。这有一家制羊肉的铺子，去迁坟或者踏青都要去吃，所以周围烟雾缭绕，看不清楚。我们定做的马车也快好了，到时候呢，你就藏在马车的夹层里。等快到这家铺子的时候，我就说我肚子疼，去借茅厕。我先前已经说了，我在那些侍女的手帕里点了迷药，所以他们就会昏昏欲睡，在铺子里休息。趁大家在铺子里的时候，你就偷偷从马车里下来，然后到后侧与我会合，我们交换。我会事先点燃引信，让火药引爆马车，受惊的马儿便会一路疾驰，他们跟不上的。随后呢，你就驾着4分5裂的马车，冲入前方的山谷。那个地方有一条暗河，连通着滂河，不管是人还是畜生掉下去，都会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但是以你的身手，在马车掉落山谷之前逃出来，应该不成问题吧？到时候呢，侍卫跟侍女们就会忙着打捞救人，你就赶紧跑回羊肉铺子跟我会合，我们远走高飞，怎么样？你不愧是从小长在荆州城，对这里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啊。我猜你是担心你要穿女子袄裙是不是啊？放心吧，那个程一将跟我很熟的，我让他给你做漂亮点。美人儿，倾国倾城的美人儿。你装扮的越像，我们出城就越顺利嘛。来，美人儿，也笑一个。
莫喜啊，一路平安，早去早回。哼。我们走吧。走。停！没有通关令牌。左小，停！那4个侍女我仔细瞧了，果然如你所说，身轻体健，绝非寻常下人。越是危险，我越要待在身边啊！千万小心，不要露出破绽。我想自个在我阿爹坟前说说话，你们先下去吧。这整个山上都是白家的田地，又没有外人，你们有什么担心的？先去路边等我吧。哦，对了，我的马车上有一些糕点，你们也吃些，整理一下衣裙。等会儿去我母亲那儿迁坟才是大事。给我吧。去吧。是。此处看来风水不错，你父母安葬于此，也没什么好忧心的了。这是你写给我的婚书。其实我要你写婚书，并不是想占你便宜，只是想拿到我阿爹阿娘的坟前给他们看一下。这是先前我答应我阿娘的。
逼着我签了这婚书，难道就是拿来烧的吗？难不成你真以为我要用这婚书逼你娶我啊？这只是我阿娘的一点心愿。她出身青楼，我阿爹一直不敢把她娶进家门，所以她生前一直念叨着，一定要正儿八经的进人家的门，一定要有正式的婚书。现在我把你写给我的婚书烧给她了，便也完成了她的心愿。撤！这位娘子，多亏了我有出城的令牌，这车资我没多收你的。但是刚才出城的时候，那位军士多收了我半贯钱，您看。莫要多说，我再给你加些钱便是，再快些。好嘞，撤！阿爹最喜欢阿娘，阿娘也最喜欢阿爹，知道吗？来，哎呦，哎，你看，你在家一定是个孝顺儿子吧？父母在，不远游。只是身在军中不得闲，已经很久不曾见到二老了。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你家在何处，父母何人。但我猜测，你家境一定很好，前半生必定是顺风顺水。但你这样好的家世，父母怎么会答应你从军呢？他们知道我要从军。一个气得直哭，另一个把我关在家中数日，扬言我若敢跑，便把我逐出家门。然后呢？我还是偷偷跑了。真没想到你这么老实的人，居然还能干出这种事儿。阿爹阿娘的疼爱是一回事。但他们希望我们过的日子，却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。就拿我阿娘来说，她一直没能跟我阿爹成婚，所以她都一直希望我找一个良人嫁了，否则她死不瞑目的。你便骗我签了婚书，烧与他看。有时候阿爹阿娘的心愿实在是难以完成，只好骗骗他们了。你不也一样吗？时辰差不多了，我们该走了。我先拜别父母。伯父伯母，在下不才，承蒙莫西小娘子搭救，现在在二位墓前允诺，只要我一息尚存，便定会护她周全。你跟我阿爹阿娘说了什么？你说了什么？能告诉我吗？不能。那我也不能说。你。一会儿快到地方了，你可准备好了？我自会戴上面纱，可是我觉得还是不太像。像的像的。那你一切小心。
停车！我肚子有些不舒服，这后面有茅厕吗？茅厕有，这边就是茅厕。啊，请。你们也去休息一下吧。哎，好嘞，好。哎呦，谢谢。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走，起来，里边请。好嘞，来，把水囊装满啊。好。谢谢，不赶路啊。来，叫他一会儿。诸位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欢迎光临小店啊！来，有什么呀？赶紧来点。对，请。您稍等啊，要热乎的啊，快点啊，招呼进来。哎，好嘞。老板，快点上点吃的啊！诸位稍等啊，菜马上就上啊，稍等。上菜。来了，菜来嘞。你的腿居然好了！只要不与人交手，便不碍事。你的女装扮相看起来跟我也不相上下嘛。等会儿戴上帷帽，他们肯定认不出来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我先点上这个，然后等马惊了就会一路向前，等到了山谷那个地方，你就偷偷跳下去。待马上摔落山谷后，我便回此处与你会合，咱们直接去赤北。等一下，为了以防万一，被人发现破绽，你戴上这个。这个是陈文德给的出城令牌，这个玉牌是只有上了白家家谱的人才能拿到的。一旦被人撞破，你就自称是白鹏坤蒙混过去。那个蠢货，我在他吃食里下了巴豆，他现在还不知道在哪个青楼里拉肚子呢。你呀，真是鬼精鬼精的。我走了，注意安全。你也小心。我好了，我先上车，你们休息好就出发吧。来，几位点的菜。好嘞。是我们家的马车！娘子，不好了！是我们家的马车！快上马！糟，恭喜娘子还有马上上呢！小武大人，娘子受惊了，蔡无锡小娘子还在车里面呢。小武大人，这该怎么向将军交代啊？所有人，跟我沿原路仔细搜索，先将那个羊肉铺包围起来。是。就。
起来，走。进去，别看了，进去。莫喜娘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原来是小五你啊！说吧，方才随马车掉下悬崖的人是谁？你躲在这里又意欲何为？看来他已经成功坠下悬崖，也不知他是否平安。快说！莫喜，凤瑶，莫喜，你别碰他。莫喜，你没事吧？莫喜，凤瑶，你怎么被抓回来了呢？这不是白费功夫了吗？你狗拿耗子多管什么闲事儿？凤瑶没能逃跑，她父母不知道又要把她卖给什么人呢。凤瑶的父母一心希望她嫁与高门，要换取荣华富贵，这又给她寻了一门亲事。凤瑶不愿意，想要逃跑，但却被她父母紧紧地看着。我本想借这次迁坟，把她藏在车上，带她出城，然后我藏匿此处，让她带我驾马坠崖，这样我就名正言顺的下落不明。然后我就可以带他离开荆州城。我本想着事成之后就回来找将军谢罪，现在可好了，你就这么坏了我们的好事，我们谁都走不了。你满意了吧？你去找你们将军邀功吧。可我方才看见从马车下来的人，身量明显较高，也不似凤瑶娘子。凤瑶这么一个文弱女子，怎么会驾马车呢？那自然是我聘请的车夫，我还多给了她1贯钱，让她穿上女装，就是为了固步一阵。是啊，车夫是个好车夫，在马惊了之后，还把我丢下马车，对人了自己，都是因为你们的追赶，害得车夫命丧悬崖之下。你们是杀人凶手！莫喜，我怎么办？莫喜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们会尽力派人打捞的。我的命好苦。好了好了。慢点。莫喜，你这是……嘘，我们回城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以为你要逃婚。顾儿，你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吧？送你来的车夫呢？他会不会拆穿我们？放心吧，那车夫看到叛军将此处围住了，丢下我就回城了，想必不敢说3道4。那就好，天助我也。你又闯什么祸了？怎么又闹得这么大？反正你就别问了，只要有人问起来，你就按照我们刚才那套说辞说。嗯。但我要是说我为了逃婚离家出走，阿爹阿娘知道了，非得重罚我不可。凤瑶，你就当我求求你了，那人对我来说很重要。罢了，我认下便是了，就当我是前世欠你的。都是我不好，这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是我连累了你。哎呀，没事儿，王阿娘下手虽然狠，但是她气一气便也过去了。倒是你这件事儿要让陈将军知道，可是要掉脑袋的。我还不曾问过你呢，那马车上是何人？好啊你现在连我也瞒着了，该不会是男人吧？嗯，当真？我也是偶然遇到的，他是朝廷的人。荆州城被叛军所据，他还敢私自潜入，看来定是胆识不凡。长相如何？家境如何？
可有婚配？哎呀，好啊你！你现在真的是翅膀长硬了，这件事情瞒得我是滴水不漏。看来你也未曾在心中真的把我当姐妹吧？好痛！哦，一个小点心就想把我打发了？那2个。你个小没良心的！那他现在如何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本来今日坠马之事是我提前跟他商量好的，到后来小五赶到，那么一闹，我也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，是否还活着，还是真的坠下悬崖了。放心吧，没有消息便是最好的消息。可他若是顺利的逃出了城门，也要过荆棘那边的城关，那出城令牌还是陈文德给我的。若是被关卡那边的人发现了，只怕我还连累了他。你莫要在这杞人忧天了。他如果是朝廷的人，定是比我们胆识过人，他一定会顺利出逃的。好了，你不要想了，快吃吧。谁？是你？这深更半夜的，你来我屋里做什么？若是我离开荆州城，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走？你要离开荆州城？跟我一起走吧，白家不值得你留恋。反贼陈文德，格杀勿论！住手！抓住就跑啊！我也太惨了吧！你放心，跟了我不会有危险的。母亲，以后你就是皇后了，朕的江山都是你的。皇上，你不要来说，皇上，有什么冤罪？皇上，臣不是说过了吗？一个一个召见。哎，为何呀？我有点怕你。怕我？是因为我凶名远扬？虽然你凶名远扬，
但你从未对我怎样。那怕我什么呀？我在你面前，不敢耍赖，不敢骗你，不敢大声骂你，甚至连捉弄你都不敢。这样的日子过得也太无聊了。哎呀，我被人骂过狼子野心，被人说是个屠夫，这还头一回有人嫌我无趣。你个小娘子，这男女之情啊，你还懵懂得很呢。行吧，那就有缘再见吧。外头现在怎么样了？阿娘现在连门都不让我出，昨天连夜把正门也给封上了，生怕有人趁机过来劫掠。我阿爹听他的同僚们说，现在只有少部分的北朔兵正在守城，陈文德已经连夜带着大部逃离了荆州城。看来这龙湘军真是勇猛非凡，应该很快就能光复京师了。怪不得他昨夜来跟我道别，还问我要不要一起逃走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吓死人了。王姐，你去哪儿？外面现在这么危险，哪儿都不许去。你不是说都光复荆州城了吗？想必是安全的，我去瞧瞧。那也不行。莫邪。走，快！跟上！快！往出躲点！
你别说，这是什么兵器？这么厉害？走。莫邪，莫邪，你怎么跟出来了？莫邪，我不放心你。夏承农受伤没有？没有。龙香军进城了，荆州城光复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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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平元年秋，大将楚威率龙香军光复荆州城，圣上携文武群臣重返京师。龙香军来了，看来荆州城终于要太平了。太好了！我一身喧，而你却笑有顺风，一捧热的那桃花开得汹涌。当我一入眼，是白文昌之女莫喜，时逢艰阻，真心俊杰，祝龙香军光复有功。又与郎将万家贵两情相悦，患难与共。朕闻之，心甚感慰，愿促成良缘，以加郎将之英勇，为烈女之高志。献上恩。好不了让人难忘。红豆墨正岁月香。娘子，以后我的所有俸禄都交给你保管，整个家业由你操持。你们两个在那干什么呢？我们想沾沾夫人的喜气。哎呦，现在知道叫我夫人了，之前想什么啦？你们两个势利眼，别动！本来呢，你们两个应该是被大卸8块的，但是看在凤瑶的面子上，放过你们。从今往后，就好好伺候我吧。真好看。莫邪，莫邪，大事不妙！这屋里怎么比屋外还冷啊？炭也没了，不曾有人给送吗？管家说今天天气好，不用烧炭。胡说！入秋的日子最为磨人了，你这要是冻坏了身子，可就麻烦了。陈文德现在也跑了，我对白家来说也没什么用，自然不会在我身上花钱。我一会儿去把我的云鞋给你。这家中现在真是不剩多少钱了，连我的月钱也拖欠了月余。你阿爹是个闲官，那每月的俸禄还不够他买金石字画的。白家现在坐吃山空，日子自然是不好过。但即便这样，那白鹏坤还是不知收敛，每日花天酒地。哎，对了，你刚才着急忙慌的跑进来，什么事儿啊？对了，我阿娘跟我说，我有一门娃娃亲，那家人马上便来拜访。娃娃亲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手脚都给我麻利点啊！哎，知道了。今日有贵客上门，必须得齐齐整整，可不能让人看了笑话。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听说是凤瑶小娘子的亲家翁、亲家母要来，这从前可不曾听说呀。昨儿才来的戏，错不了，真的。哎，干活。哎， 啊，
这柿子昨日里边到了，本来晚上想叫你一起吃，但是就听到阿娘说的那段话，现在这柿子都不好吃了。那你当真要嫁吗？娃娃亲，说是在池北的童家之好，小时候在宴席上便定下了这门娃娃亲。那人相貌、家境如何？阿娘说，他家境颇为富足，还在军中任职，这次光复荆州城还立下了战功。那不挺好的吗？你哭什么？但那人的长相，阿爹说，因为时隔多年，模模糊糊的，只记得他的父亲说只有这么高，说长得像冬瓜。那你阿爹记性一向不好，兴许他长得像他阿娘呢。他阿娘与我阿娘在出阁前便是手帕交，我阿娘说还不如他爹呢。你还笑？你个小没良心的！我有良心，我这可都是良心。维护着。凤瑶，你这么好看，他肯定配不上你啊！而且我听说，这有钱人心眼都特别多。你是个斯文人，平时憨厚的都有点傻，他们一家要都是坏心眼的话，那肯定会算计你的。你是在安慰我，还是在吓唬我？娘子，夫人叫您去前头一趟有事，听说是那家又来信了，信里还附了一张郎君少年时的画像。是吗？为何这般快啊？听说他们一家子都搬来荆州城了，住的离我们不远。走，去看看。走，莫行。扶摇，怎么样？这画的这么模糊，也看不出什么呀。这还看不出来什么吗？这大脸蛋子，很宽的，活脱脱就是个……那你怎么办啊？我若是个男子，早就去建功立业去了，用得着嫁与他吗？不过，我们女学里也有好些个先生发愿终身不嫁，就在学院里教书，我瞧着倒也挺好。你阿娘不会同意的。明日那家人便来，到时候我装作侍女去送茶，然后好好看看那人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如果真如你所说，我就想办法把他恶心走。如果恶心不走的话，那我就半夜去他的院子里宰了他。莫邪，凤瑶，你别管了，上次那么大的事情你都替我担了，我为你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那你下手轻点。那个放在主位上，对方错了。哎，是。快点！哎，快！加火呀！你干什么呢？来了，过来加火！来了，在这儿，快！哎，这边。家贵啊，可是在龙香军中。正是。咱们家这小子当年背着我们偷偷离家，隐瞒了家世，投了龙香军的。哎呦，宁愿做个小卒子受罪。哎，对了，前几日收了那个叫什么左郎将，对，只不过五品罢了。哎呀，这孩子真是年轻有为，看仪表堂堂啊！哎呀，年纪轻轻就带兵打仗，都5品了。你再看我们家这位，整天游手好闲的。阿爹，你也才6品而已。
啥？他说啥？啥？没事。他说啥？没事啊。他说6品，比你儿子低1品。哎呀，我们家贵啊，虽然升了品阶，但在龙翔军中啊，仍需上阵杀敌。我们呀，就是放心不下，所以便从池北赶来荆州。今日过府啊，也就是想让你们相认一下。儿子很好，耳背不遗传吧？啊，他耳朵好着呢。没有。亲家翁啊，真是太自谦了。嘉贵这样的品貌才华，多少人抢着他做乘龙快婿呢。快来尝尝我们荆州厨子的手艺，刚刚出炉的点心，不是什么名贵的，只是吃个热乎。好，小吃，趁热吃啊。阮家贵，你混蛋！莫喜，你出身太差了，实在是跟我不相配。我要跟凤瑶在一起。莫喜，我先前同你说的那个万家，他今天与我不想听。莫喜，骗子，混蛋！你在骂谁呢？你还有脸来？你这是怎么了？你这个骗子！你明明跟凤瑶定了娃娃亲，为何不一早告诉我？你是为了这个生气啊？这个事儿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。我今日来啊，是为了退掉这门亲事的。羊肉串喽！你来抓我呀！走先买点羊肉串。客官，来我串。好。你拿好了啊？我不吃。你来抓我！我抓到你了！你可笑我吃相难看。我笑你吃的香甜。你干嘛就看着我吃啊？你自己不吃？你最近胃口不好？我最近军务繁忙，常会错过用饭的时辰，一来而去，便饿得不想吃了。你不是打仗的武将吗？如今荆州城都已经光复了，为何还那么忙？我最近升了左郎将，数千人归我管辖，我经验尚浅，难免手忙脚乱。你才1个月未见，你已经成了这么威风的显贵了。论官职也不算显贵，但我龙翔军几番壮大之后，要理会的事务确实数都数不过来。
所以你才这么久没来找我。我才刚来荆州城，我阿爹阿娘就找来了。他们见我升了品阶，非要催我成亲，连娃娃亲都拿出来说了。我这才知道，他们遣人送信来了白着，因而我便赶来应付这难题了。凤瑶是才貌双全的美人，怎么被你说的像烫手山芋一般？凤瑶娘子的品貌确实是这世间少有，但我一来与她素不相识，二来也不想耽误她。干嘛把自己说的那么可怕？你可知我龙香军的左郎将，从安平元年算起，换了几个了吗？4个。这4个都不是被罢师的，不是死于沙场，就是被人刺杀。我一早便说过，龙香军是各军中的精锐，俱是心中有国无家之人，每逢上阵杀敌，必定一马当先。所以我们大部分同僚都不敢成家。你说万一日后有个3长2短，岂不是耽误了人家好娘子？你这话里话外的意思我听清楚，只是不知你这话是对我说的，还是对凤瑶说的。既是对你，也对凤瑶。我一日在军中过着这刀头舔血的日子，便一日不会考虑情爱之事。这话我听明白了，用那些文词来说，就是什么天下未扫，安能为家？可真是伟大的。但是万家贵，你欠我的，你要用什么还？你现在跟我说什么不能考虑情爱之事，你这个没有良心的混账！别哭了。